Hello，各位大家好。这一集影片我要来介绍的是我自己生产的 3D 列印件。那上次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一次 3D 列印件，那个是96式的单装防空机枪，以及96式的3连装防空机枪，以及89式的127高射炮啊，这个是上次介绍过的产品。那这一次有多了几项产品以外，我还要跟各位讲一下产品上的差异性，以及我们在拆件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那就开始介绍这一次不一样的东西。首先，我开始介绍的就是89式的127的防空炮。防空炮它是分成2种的形式，主体上都是一样，去参考了一些文献，然后文献上并没有只是说这个有防盾的这一个型号，它所使用的时机是在什么地方？因为有的日本海军会把这个89式的127把它拿来当做岸防炮，它上面一样会有这个防盾，所以我相信它这个是防弹的作用。那这个就是比较一般的127的防空炮，可以看得到上面就没有所谓的防盾这个设计。那我主要是先把我们的3D 列印件喷上了白底漆，主要就是你喷了白底漆之后，你在辨识零件跟支撑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像我这个40几岁的年纪，眼睛已经不是非常好了，然后做模型的时候常常还要带着放大镜，你在拆这么细小的东西的时候，说实在的是对眼睛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负担。OK， 那我们在拆这种支撑的时候，你把工件，把这个3D 列印件给喷成了白色，你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藏在里面的这个是支撑，或者是这个是零件。所以我现在很确定的就是，这个是127防空炮旁边的爬梯，那我就可以选择使用小的剪刀，先把支撑剪断，因为爬梯这个东西是相当的脆弱。剪断了以后，我就直接把支撑给这样子扯下来。可以看到周边有一些小零件，上面都会有一些支撑点。那支撑点可能会在我们要把
3D 列印件取下来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最好是把这些支撑全部都剪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保有最好的细节，然后完整的拆掉我们的支撑，然后留下3D 打印件，可以看它的细节表现。包含内部的望远镜，从内部看，所有的细节的结构，都做得相当漂亮，而且拆件是很轻松的。OK， 好，这个是关于127高射炮的部分。OK。再来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防弹棉卷，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的影片当中以及照片上都会看到。这是日本海军，他会把水手所睡的那个吊床，把它卷起来，然后捆绑起来，然后绑在防空机枪或者是在剑桥的上面，会围了一圈这种类似土黄色的东西，像是沙包的东西。这个东西它是一种类似点缀的一个产品，做起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设计是总共有10种尺寸，就是10个长相，总共加起来，它是有200根。那运用的地方就是像这个样子。这个是大合级的舰尾的96式3连装的防空机枪，把这个防弹棉卷捆上去之后，主要是增加细节，然后有一些蚀刻片粘得不好的地方，有溢胶的地方，你只要用这个东西一粘上去，就直接盖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是遮丑也蛮好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才研发这个东西出来。那由于它都是长条式的，就是直的，所以它只能运用在这种零零角角的地方以及剑桥上。那还在设计，还在去统计我们的弧形的这种环状的，它所需要的尺寸到底有几种因为到时候我是觉得作战状态的日本海军的话，整艘船上都绑上这个东西，看起来它的细节是更丰富的。那设计成这个样子，它主要是我可以直接就这样子先上色，先喷上颜色。我一样是喷上了白色的底漆，然后看现在你要上土黄色、卡其色也可以，或者是一根一根拔下来，你把它粘在纸板上，然后再一根一根的喷也可以。现在拆件也是相当的轻松，就这样一拔，它就可以拆下来。所以使用上也是很便利，然后最终的效果就是长这个样子。OK， 好，这个就是有关于防弹棉卷的部分。好，再来是巡洋舰会使用的96式双连装的防空机枪。这一边我已经喷上了吴海军工厂的配色，那这一边是白色，主要是拆件给各位看，所以我是把它喷成白色。那一样在拆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的细节就是它的上面的这个环形瞄具的这个部位，要拆的比较小心。那下半部的话，要小心的就是在椅子下面的这一根支撑，还有椅子后面的这根支撑，这些支撑移除之后，再来就是尾巴的，
上半部。这种防空机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椅子下面的这根支撑，这个是最危险的。你只要这个支撑拆得好，就不太需要担心机枪会不会拆坏。好，拆下来了，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全部的细节，包含它的座椅全部都留在上面，然后以及它的控制的方向盘这些都有在上面。那这个就是使用一样的产品，3连装的防空机枪。那你也可以看到射手，我也把它安装在上面，所以它的空间是足以容纳1:350这个比例的射手的船员在上面的，左右都有安装，所以精细度绝对够啊！只要找到合适的水手放上去，就有那个效果。OK， 然后这个是前面有防盾的双联装防空机枪，主要的运用的部位就是在巡洋舰以及驱逐舰上面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那在拆的时候也是一样，从盾牌这边先拆，盾牌支撑拆掉了以后，以及瞄具的支撑拆掉了以后，就可以去拆椅子。只是我的排版排的有点太密集了一点。而且这个我已经喷上了海军工厂灰，所以在影片的表现上就会比较吃亏一点，就没有那么的清晰锐利。不过肉眼在看的时候是还蛮轻松的。OK， 带防盾的防空机枪，细节非常的清晰，然后也很好拆。OK，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内容。那至于如何购买，我现在还在制作我自己的网站。等我把运输这方面的问题都搞定以后，我就会把网站给连接在我的影片的下方，让大家就可以去选购。我相信应该不会很久，大概在1-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开始贩售这些产品。到时候有需要的朋友们，再让你们来参考，多这一个选项还可以选购。OK， 好，我的影片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